台湾不是苏伊士运河，但是美国的快速衰落或许就从台湾开始。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是志在必得，不惜代价，而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却在斤斤计较，进退失据。今天的美国只要考虑台湾战争的代价问题，这场斗争他就已经输了一半。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或解放军作战能力的快速提升，西方世界已经认识到美国已经不可能用武力阻止中国统一了。中国的统一到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中国人呢一般都不会去关心这个事儿，但是在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看来，这个事儿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福格森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他就说，如果台湾统一，美国就可能面临着苏伊士时刻。这个苏伊士时刻指的是1956年埃及收回英国和法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于是英法决定对埃及动武进行武力干涉，但是美国却出面阻止了英法。西方普遍认为作为一代全球殖民霸主的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就是在这个时刻完蛋的。苏伊士运河修建在埃及的领土上，但是控制权的开始却在英国和法国手里。埃及决心收回运河管理权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当然不干了，这是个摇钱树所以他试图对埃及进行武装干涉。美国这个时候出手阻止了英法，一方面是为了反对苏联，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自己的霸权。实际上呢，当苏伊士运河事件结束之后，埃及虽然收回了运河，并且通过运河赚了很多钱，但是美国也借此驱逐了英法势力，并从此拥有了对苏伊士运河通航权的巨大的影响力。台湾问题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性质完全不同。台湾虽然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但是毕竟没有被某个外国武装占领，而且台湾并不是某个外国建设或者是开发出来的，它一直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大陆收复台湾完全是处于合法的领土和主权要求，并不是美国政客嘴里的所谓的权力转移。当然了，中国无论用什么手段收复台湾，确实会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地位和全球霸权造成严重的打击，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事件。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眼睁睁的发生，而美国就无可奈何，处处伸手必然会自取其辱。美国被打脸也早就不是第一次了。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因为管得太宽，处处逞能，多次被搞得灰头土脸。朝鲜是一次，越南是一次，索马里也可以算作一次，在阿富汗狼狈的撤离是最近的一次。台湾问题的结局是没有悬念的。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是志在必得，不惜代价，而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却在斤斤计较，进退失据。美国既不敢付出真正意义上的代价，又试图阻止一个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崛起，这放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都是不太现实的。当然了，美国也付不起阻止中国统一的代价，因为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并且在第一岛链以西拥有显著的军事优势。美国就算纠集全部盟友，把他们所有的海空力量都投入到西太平洋，恐怕也不能拿解放军怎么样。如果真的爆发一场美国阵营和中国之间的战争，中国绝不会是孤家寡人，全世界那么多受美国颠覆、制裁、侵略和欺负的国家，自然会站到中国一边。在美国阵营当中，那些派一艘战舰来参加美国反华军事演习的国家，无非就是走个形式而已。或许只有日本会全力以赴，那结果呢，也或许是整个日本被夷为平地。今天的美国政府只要考虑台海战争的代价问题，这场斗争它就基本上是已经输了一半了。美国政府高层内部之所以对要不要干涉台海问题犹豫不决，就是因为代价的问题。现在看来，如果有什么事件诱发美国的金融崩溃、快速衰退，那搞不好还真的就是台湾问题。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